嗨，你好，我是凯西。今天您过得好吗？最近新西兰的疫情反反复复，所以周末呢，我就带大家到远离市区的地方去转转。今天呢，我们就去怀乌库。怀乌库是新西兰奥克兰的一个乡村小镇，它位于怀乌库河，是富兰克林大区的一部分，在奥克兰西南40公里，怀卡托河以北12公里的地方。怀乌库东边的 Pukekohe 呢，是大家公认的园艺和乳品业农场区。在怀乌库东北5公里车程的 Glenbrook 呢，有一段老铁路，家里有娃的呢，一定要带小朋友来这里坐托马斯小火车。但我们今天呢，不是来坐火车的，是要去这里有100多年历史的酒店去看看。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怀乌库的中心了，经常出游朋友都能感觉到，在新西兰有一些小镇是处于一种没落的状态。如果您打算搬到一个不熟悉的区域，那建议您在不同的时间到这个区域呢走走，从周围的店铺开放情况、路边两旁的建筑物的维护情况、行人的人数和年轻的程度，以至于图书馆、当地博物馆维护情况，甚至是洗手间的维护情况，都可以大概判断这个区域的状况。感官上的怀乌库这个小镇还是很有活力的，周末呢还有及时开放。怀乌库在1843年的时候呢成为了港口，因为它的位置呢处在当时奥克兰和怀卡托农业的重要贸易线上，所以它也成为了古代毛利人从怀卡托河到马努考港运输的终点。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100多年历史的肯特酒店了。那肯特酒店呢在怀乌库的中心位置，靠近了怀乌库港口的入海口，是新西兰连续营业最长的酒店。这是以前这么热闹这个景象可以办婚礼的感觉。当时看这个小镇怎么有这么好的酒店？挺有意思的还。肯特酒吧呢，也可以提供住宿，也可以有吃的，有那个游戏室。这个人最早是从英格兰的肯特群1850年移民到这以后，盖了这个房子，然后又申请了新西兰的酒牌执照47号，1855年1月10号申请到的执照，一直沿用到现在，是新西兰1853年。1853年1月10号申请到的这个47号，一直用到现在，一直沿用到现在。因为有的酒牌它可能中间断过，对。是新西兰也，所以他说是新西兰最老的这个酒牌。肯特酒店呢，它是怀乌库第一批欧洲移民爱德华·康斯特布尔在1851年建造的。这个酒店的名称呢，也是以他的家乡英格兰的肯特郡命名。边上一条街道呢，也是以他的姓命名的，康斯特布尔路。肯特酒店呢，有很美的游廊，整个酒店布置很复古，有很多老照片，叙述着当年的历史。在这里喝一杯或者吃个冰激凌，感受下当年的繁华。我们呢就离开肯特酒店，它对面呢是怀乌库的河口地区，常年呢都有游船。这里也是著名的塔马凯保护区，是当地博物馆和主要景点所在地。在保护区的入口处呢，伫立着一尊由贝壳山雕刻而成的毛利人雕像。这个原木呢是在新西兰钢铁厂的挖掘工作中发现的，并被赠予给了当地的毛利部落。这个保护区呢像一个历史村，有几栋非常老的建筑，包括有1886年的哈特曼屋，还有1890年的波洛克小屋，1865年的怀乌库的监狱和1890年的奶油工厂。保护区边上呢有一个怀乌库的博物馆，很值得一来。花上5纽币呢，你就可以了解整个怀乌库的历史。这是肯特酒店的老照片，这肯特酒店绝对是这个小镇的灵魂酒店的创始人 Edward Constable 的照片，老帆船，怀乌库当地最早移民的一些生活物品，也是我所爱的瓷器，各种工具。当时女王出访新西兰时候的照片。
这是 Manuka Head 的第一个灯塔的照片，已经不是我们现在的那个灯塔了，是最早的灯塔。鲸鱼的骨头，骨有，是不是？它这标本还真的有人那个收集这些。让我惊讶的呢是，在这样一个小镇的博物馆，有这么多生态动植物标本。这应该是像一个餐厅。这居然是一个中式的壁纸啊！1919年月份牌。我比较喜欢这样的布展方式。新西兰有很多的博物馆呢，大的小的都是这样的一种布置方式，有种瞬间的代入感。1945年，那小官吏，他们特喜欢这种赛马的东西啊。No, my boy, I must be lost. That's the way at sea. 这幅画描述的应该是泰坦尼克号。出了博物馆呢，我们就来到了附近的 Sand Pit Reserve 休息。它的河对岸呢是一片猕猴桃园，这里有水滑梯、烧烤炉，沙滩的沙呢也比较细，还有帆船俱乐部。如果你仔细看的话，远处其实还有一些烟囱，这个谜底啊，我们一会儿再揭晓。我们来瓦乌普呢，就一定要到附近著名的黑沙滩 Karial Tahi 走走。我们这是在山上的一个餐厅的位置看它的全景，非常的美。这里好适合举办婚礼哦。这里就是著名的黑沙滩 Karial Tahi， 在新西兰北岛的西海岸呢，延伸着一大片的黑沙滩。这里呢是新西兰已知铁矿砂储量最大的地方。这些黑铁砂呢是在250万年前由 Taranaki 地区火山活动沉积在海岸上的岩石形成的。这些沙中呢主要是含有铁砂和盖纳长石。几个世纪以来呢，这些沉重的黑色的铁砂呢随着洋流沿着海岸线漂流。在欧洲人定居的早期呢，人们就认识到了它的商业用途。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烟囱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新西兰著名的新西兰钢铁，它成立于呢1965年。New Zealand Steel has cracked the code. Through the fierce determination of Sir Wolf Fisher, New Zealand is the first country in the world to have made steel from sand. 新西兰是世界上首个采用黑砂炼铁的国家。所以新西兰钢铁也是首个采用黑砂炼铁的企业。北岛丰富的黑砂呢，支持着新西兰的钢铁工业。在很多人的眼里呢，新西兰是农业、旅游业为主的国家。其实呢，这已经是老黄历了。这是2020年11月20号新西兰统计局公布的上一年的最新数据。现在的新西兰 GDP 排名第一的产业啊，是科技服务产业，这个很出乎意料吧？新西兰的 Rocket Lab 是全球仅有的2家提供常规可靠进入太空轨道服务的私营公司，成功发射过80多次商业卫星。与中国、美国的重型运载火箭不同的是，它追求的是环保、低价、经济的近地轻载的火箭，是南半球第一个设计和制造并从南半球升空的火箭。再看看农业和旅游业，连前10都没混上。所以如果有人再跟你说新西兰的经济就是靠农业、靠旅游业、靠留学产业，那你就可以跟他说您的知识该更新了。您即将到达目的地。什么意思 Open home now 哎！我的天哪，这下来开荒的了。沿着山路呢，我们一直往上开了大概有1公里的路程，前面就豁然开朗了。这个大水乡，远处这个海景还是挺漂亮的哈。这也是一块地也卖了，这块地也卖了。这家实际上他卖的不光是地，应该是卖的是期房，有的呢还没有盖好。在这个 deck 上看下边的海景啊，太美了，壮观啊！前面的这个黑沙滩尽收眼底。我们看的这个应该是2室2个卫生间，100多一点地板面积，它大概有1000平的地。
它卖呢就是不到80万纽币，79万多纽币。3室的布局呢跟它2室的差不多，就是多了一个卧室。唯一不好的就是这个车库比较简单，它这个是 freehold， 不是这种 lifestyle。虽然它有水箱，但是都由这个承包商全都帮你处理好了。他说他是保证每一个房子都有自己的独立的一个海景，都互相没有挡的。70多万 freehold， 这应该是奥克兰最便宜的海景房了吧？而且这么大的地的面积，个人感觉喜欢安静的作为度假屋 Airbnb 挺合适的。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了。为了方便您的观看呢，我会把视频各部分内容的链接放在说明栏里。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赞关注。我是凯西，我们下期再见喽。